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非同步教学活动和经营实务的第3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非同步讨论的教学和互动的方式。那主要呢，我这边也会分成2个重点，第一个是在班级互动的方式，第二个是议题讨论的设计方式。那关于班级讨论的部分呢，其实我这边会建议老师们可以建立班级的班群啊。那其实针对课程的需求，我们建立这种学习社群呢，可以拉近跟学生的距离。那这个课前呢，我们也可以给学生的一些自学的提醒和回馈，甚至一些作业都可以发在这个班群上面。那右图呢，这边是我截取这个黄国珍老师跟朱慧君老师这边在 FB 上面呢所做的一个班群的截图那老师们这边会放上一些像是一些教材或研究方法的范例，那请学生来上面做一些回馈。那在建立班群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在像这种 FB 的班群上面去建立学习任务来跟学生做互动。那像这张图呢，就是学生他有发这个文章来做这个学习任务，那老师们和学生也可以在这个 FB 上面做一个互动的讨论。好，那其实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当中，我们都要提供一些机会来满足学习者们他们的一些成就感。好，那这边我有列了几个可以刺激他们成就感的一些事项啊，像是说我们可以用 LINE、FB 或讨论区来让他们做这个即时的互动和问题解决，好，或者是讨论区里面做一些合作学习活动的安排，或者是交付一些学习任务，或者是测验竞赛、作品观摩。那也可以在网页或 FB 上面去表扬一些个人的作品啊、个人的文章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刺激他们的成就感。好，那关于这个建立非同步线上讨论区的部分呢，像我自己个人的话，我都会每周公布这个议题的讨论题目，还有学生这个回应讨论的方式和规则。好，那议题讨论的规则的话，其实是可以促进这个师生还有生之间的一些互动哦。像是我们可以提前跟他们说发文计分的方式，好，还有说回文讨论的时候我们加分的方式，还有他持续回文的话，我们会给他怎么样加分、强化加分的方式。好，甚至一些优秀议题的观摩啊，我们可以 po 上去，让学生来针对这些优秀的议题的文章呢，来进行一些反馈而且一些反思。好，所以说老师，如果你有做这个非同步的线上的一些讨论的话呢，其实在教育部的课程认证指标，老师您就完成了指标4之1和4之2哦。那其实指标4之1的话，是指说老师和学生在非同步的教学中，能针对议题积极的参与讨论。那只要2/3的周次，因为像我们每周都有议题讨论嘛，所以说一定达到2/3周次，然后可以跟老师跟学生会有一个这个质语量非常佳的一个讨论，所以这样的话也有 A+ 的程度哦。那在4之2的部分的话，是针对学习者在这个生之间在非同步的议题当中呢，能积极的参加讨论。那基本上我们在每周也都会有发这个非同步的线上讨论区嘛，所以说也达成了2/3以上的周次有相关的议题讨论。好，那如果基本上老师每周都有放的话，也有达到 A+ 哦。好，那在议题讨论的时候呢，其实我会建议老师们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学习引导策略。那我这边比较常用的，通常都是 WSQ， 就是 Watch、Summary 和 Question。那右图的话，也是我取自这个黄国珍老师和朱慧君老师这边他们一些教材当中的一些截图哦。好，那他们可以针对这个图表中呢去标示重点。然后下面呢，摘要部分就是让学生可以说明一下，在这一个部分他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感想。那第3个栏位呢，就是提问，就可以让他们自己提问一下他们在这些
这个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些知识跟他自己过去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让他自己说明一下。好，所以这个 WSQ 呢，这张图呢也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那里面的摘要的一些说明呢，老师们也可以参考。那主要呢 ，W 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教学影片当中呢，让他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笔记，去观察一下。那 Summary 的话，可以让他自己去统整一些这个在学习当中有这个学习到的重点，让自己整理出来。那 Question 的话呢，就请他自己利用他学习到的重点呢，去设计一些问题，然后并把答案也写出来。好，那当然除了 WSQ 之外，还有其他有一些蛮有效的学习活动，我这边也都列出来了，像是主题探究的活动知识建构的工具测验竞赛问题导向学习活动个人专题活动合作分享活动。然后还有同侪互评，还有一些网站或辅助教材的延伸学习，那这些都是一些蛮有效的一些活动设计方式。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会在这几个学习方式，我也稍微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像是主题探究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情境，好像是一些主题的影片或是网站，让他们来提问和讨论。第二种像是我们会给他一些知识建构的工具，像是概念图凯利方格或者是心智图，让他们去整理他们学到的东西，然后再来进行讨论。好，那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单元内容的延伸的阅读和讨论。那学生们可以透过网络来搜寻资料，来完成我们设计的一些学习单。好，还有问题导向式的学习，透过竞赛或者个人学习的方式呢，做资料收集和问题的回答。好，那合作专题的部分呢，当然就是以小组的方式来进行专题的作品或者资料收集或者简报制作。好，那个人专题当然就是个人的部分。那还有说同侪互评，就是针对个人或小组的作品来做同侪互评的一些评分回馈，还有群体的决策。好，那常见的这些学习活动，其实主要也都是归类成这5个大的方向了，所以也提供给老师们做一些想法，还有做一些参考主要的话像是讨论演练应用合作竞赛，好，这些都是可以当做在这个线上教学时候的一些活动设计的方向。好，那这是我之前在做这个线上这个非同步线上讨论区的时候的画面。那我每一周呢都会做这个线上的讨论区，好，给大家做这个线上讨论时使用。那基本上呢，我们会在这个线上讨论区里面让学生们在里面做这个生之间的一些互动讨论。好，那右图这边就是我截取我某一个讨论区里面的这个讨论的状况。那这个是我做这个议题讨论时候的截图，那这个也是学生他们在做议题讨论的时候呢所列出来的他们自己写的一些文章和内容。好，其实他们这学生，如果你给他很详细的议题讨论，他们都可以写得非常的精彩。好，那关于小组讨论的部分呢，我们会安排这个学生内部的一些生的讨论，还有说在学习平台我们会设计一些小组讨论的问题，好，让他们在里面做讨论。那当然在师生互动的方面呢，只要学生他有提问的话，我们就会适时的给他做一些指引，还有做一些解答。那这些截图也都是我跟学生在做一些讨论的画面。那在非同步的讨论呢，当然还有个很重点的是生互动，也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讨论。那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讨论呢，其实严格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这个生讨论呢，只要他们学生有这个在上面进行讨论的话呢，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啦，也提供给各位老师们来做一个参考。通常我会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因为呢，如果老师这个太早的介入或太早给予解答的话，通常这个讨论呢很快就会结束了。
老师这个一进入呢，就是这个讨论串的终结。所以说，通常学生在讨论，我会给他多一点时间，让他们进行讨论。那我先不要介入，看他们讨论状况，除非他们真的遇到非常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我来做指引或者是问题解决呢，我才会介入做讨论这样子。好，这是关于师生互动的方面。好，那今天这个部分也比较简短呢，那也把这个我自己个人的心得也分享给大家做参考。那第3个部分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